我早就违法了。根据临时约法，我向洋人借钱没通过国会，违法了。孙文发动2次革命，我向国民党宣战也没通过国会，更是违法了。可我要是不敢违法，就整天听你们在国会里瞎嚷嚷，贻误了战机，这国家恐怕到现在还是山河破碎，生灵涂炭。你们还有时间在这跟我顶嘴？切！大总统，大，咱们还是知心的。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过来。这几位都是前清资政院的人，都懂得宪法政治，来帮忙你的忙。没这个必要吧？大总统提出7条临时约法增修大纲。第1条，大总统有宣战权，与外国缔结条约权，毋庸经国会同意。这不是强权政治吗？梁先生。第2条，中华民国官制官规由大总统制定，毋庸经国会同意。第3条，中华民国实行总统制。大总统，大总统，在民主政治中，这宪法的宪字与限制的限字，那是一个意思。我是一直支持总统制的，也支持大总统的权力多一点。可是无论是总统制也好，还是内阁制，只是限制了多与少的问题，可绝对不是有没有的问题呀。可如啊，这皇帝没有天大，所以叫天子。那宪法就比天大吗？这民国要是没有个天，可怎么得了啊？国家宪法，这就是民国的天呐！当年你和你老师搞的就是君主立宪，假如事情搞成了，你说是皇上是天呀，还是宪法是天？宪法是天。君主立宪限制的是君主的权利，而共和立宪限制的是行政权力。大总统，那我问你，谁来限制国会的权利呢？人民。哈，人民。我只见过一个又一个的人，从来没见过什么人民。他能限制国会的权利？这人民就是选民，选民选出代表自身利益的议员，而每个议员都代表着不同选民的利益，这本身就是限制。说的好听，我就见到我的权利给限制的死死的，没见到国会的权利有什么限制。可这是共和国呀，大总统。总统，总而言之，就是由我总而统之。这民国都让你给捅死了！好啊，你不帮我，那我就自己解决了。大总统他孙文2次革命，举国动乱，国民党实为罪魁。国会之国民党议员，实属腐逆叛国者。现本大总统申令，
为挽救国家之危亡，取消乱党议员，我是参议员，少废话，这是临时，快点！驱逐回籍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此后国会不足法定人数，形同虚设。我根本就不是国民党党员。共同解散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本大总统竭诚仰望，期待出现更好的国会，特此布告。有人吗？我不是人呐。哦，原来这就是袁大总统的家呀！大总统派军警把我捉到家里来，为什么？罗文参言，我是早就想跟你聊聊了。大总统，我已然不是参议员了。你还是参议员。钦定的参议员。我不是皇上，咱们就是朋友。大总统的意思是，我们做婊子，大总统来为我们立牌坊，对吗？这都是搞政治。知道你们这代人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吗？愿洗耳恭听。我们习惯绕着圈子说话，而你们呢，老是一针见血。一针见血，这难道有什么不好吗？好是好，可要是真见了血，那就不好了。大总统是在威胁我。我是大总统，用不着威胁谁。这解散国会，我是万不得已。可这事儿，我已经和黎元洪副总统、梁启超先生还有杨度，我跟他们商量，这参政院啊，还是黎副总统当院长，你们一块儿干。大总统这么看重我，我可不敢当啊。你是人才，国家宪政的人才，来。我调查过你。大总统是什么意思？罗文参议员啊，你很幸运，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。你看，你们家兄弟5个，就你一个人有出息，真是光宗耀祖啊！大总统，不瞒您说，我是不想再搞政治了。啥的？年轻人就是年轻人。不干政治，你干什么？你学的就是这个，你命中注定就是要干这个。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，干政治是要上瘾的。政治家没有政治舞台，他就连个戏子都不如。哪怕你是跑龙套当配角，你无论如何也得先守住这个舞台。不干了，没出息。可是我总不能背叛孙先生吧？
刚才你说什么？背叛？是。背叛？你算哪门子背叛？你背叛了谁？这个国家言论自由，提起15年前的戊戌政变，众口一词，都说我背叛了光绪皇帝。你也这么看吧。我是没按照他的意思办，可这叫背叛吗？就算是背叛，可没有背叛，哪有小站练兵，哪有北洋新政，哪有大清的预备立宪？罗文，你记住，这背叛一个人和背叛自己的政治道德是两回事儿。咱们搞的是政治，跟老百姓的道德那是两码事儿。那些个俗人的道德观念，何足论哉？在政治圈子里，就没有个人道德，团体的利益高于一切。对咱们来说，那就是国家利益。老文啊，要说这政治道德，这个才是根本呐！哈哈哈哈哈！你看，你看，我一见了你们年轻人啊，我这话就没完。大总统，你看我要不然……哎，罗文参议员，在这儿四下看看，多待会儿，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。罗文啊，我听说孙文很喜欢那个叫田默的女记者，我告诉你，我也很喜欢她。大总统，给大总统请安。大总统，这是内阁今天要议的事情，请大总统指示。我的脾气大家都知道，
无论办什么事情，都要多来实的，少来虚的，多帮忙，少添乱。当年康有为啊说的那一套，能把紫禁城给掀翻了。可你让他盖一间房子试试，他连鸡窝都搭不起来。孙文也一样，说是要搞建设，要建20万里铁路。我授他全权，可他建了1尺啊，还是建了1寸呢？甭学那一套，整天就知道拳打脚踢，触着星子乱飞。有一个人说一句话，立马有10个人等着回敬。乱滚的石头不长胎，流浪的汉子不招财，朽木架不起楼房，空话吓不死白狼。光是空谈有什么用？于建设何补？哦，我睡着了吧？说什么梦话？语无伦次的。打呼噜了。唉，青莲，你回去睡吧。先生不也正在工作吗？我是熬习惯了，以后呢这么晚你就不要再陪我了。你是我的政治秘书，不是生活秘书。我愿意。在袁大总统亲自指导下，参政院立法会议修改了原临时约法，制定了一部新约法。在这个新约法当中，大总统一再强调，那就是要加强政府的行政权威，而内部旧约法当中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之类的那些虚文，实在是无用的空话。所以大总统一再强调，有那么几条非常重要，参政院一定要通过。第一条，大总统有宣战权，与外国缔结条约权，无需经参政院同意。第二条，中华民国官制官规由大总统制定，无需经参政院同意。第三条，中华民国实行总统制，总统任期每届10年，总统改选之期，如果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，可以决定总统连任，而不必选举。总统接班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产生。现在，请表决。
好，一致通过。李院长，我有个问题，请问新约法中没有主权在民这个条款，那这个国家还算是中华民国吗？新约法中规定，国家行政权力高于一切，那请问立法权和司法权将如何体现对其的制约和监督呢？再有，新约法中规定，大总统为终身制，那这跟封建皇权还有什么区别？这个，无可奉告，无可奉告。诸位，坐。这新约法规定实行总统制，你们这责任内阁是要取消的。之前有件事儿没来得及跟你商量，我已经任命了徐世昌为总统府的国务卿，还是咱北洋的人来组建政事堂。诸位今后还是各部的总长，不过换个地方，去政事堂上班就是了。大总统，那我干什么？之前啊，你还是陆军总长呢。我这个内阁总理，就这么说没，就没了。没了内阁制，哪来的什么总理？大总统，你组建政事堂，无非是给总统府留个办事机构嘛。我的内阁，从来都是大总统的办事处，没有一件事自作主张。就是我这个总理，也不过是大总统的办事员。既是如此，大总统又何必舍旧迎新呢？我不干了。志全啊，不是我辞了你这个总理的职务，新约法这么规定的，总要事权相符吧？大总统，你不要法的时候，法就是废纸一张；你需要法了，那法就成了香饽饽了。志全啊，怎么说话呢？大总统，干脆你把我这个陆军总长也给免了，省得我碍您的眼。现在，跟我宣誓。我自愿加入中华革命党。我自愿加入中华革命党，实行共和宗旨，服从领袖命令。实行共和宗旨，服从领袖命令。把服从孙先生改为服从领袖，还是换汤不换药。克强，你还有不同意见，咱们私下再谈。继续宣誓。永守此事，生死与共。永守此事，生死与共。如有二心，甘受极刑。如有二心，甘受极刑。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先生当年为了革命而加盟洪门会党，立的好像也是这种誓言吗？那我们这革命党同会党
还有什么不一样？啊，你的，请拿好。这是你的。我不许你们打纸模，不许，不许，不许打纸模，不许你打纸模。黄国强，我一忍再忍啊。孙先生，我已经是忍无可忍了。这是党的决定，你思想不通，也要服从。让全党为你一个人宣誓效忠，让同志们为你一个人打纸模，这样的党，我也要服从；这样的领袖，我也要服从吗？怎么说你是不认这个党？啊！错话！我们一起创建了这个党，我当然热爱这个党。可我也得爱护先生啊！我就是不能看着你往邪路上走，你有病！你这是破坏！黄克强，我给你讲了多少次啊？你怎么还这么犯浑？我有病。我在搞破坏。对，我脑子就一根筋，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，我今天黄兴在，我看你们谁敢安手印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党是要有铁的纪律，党组织绝不能一盘散沙。这是我们通过无数次失败所得出的结论。中华革命党是从国民党改组而来，国民党是从同盟会改组而来。论党员之多，声势之大，莫过于国民党。可二次革命失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原因就是国民党在组织之时，只求党员主义相同，不管何等样人。暗杀遁出的赵秉钧要加入，欢迎啊！各省的都督要加入，欢迎啊！最终有了国民党员占绝大多数的国会，欢欣鼓舞，我党胜利。到头来怎么样？赵秉钧是国民党的理事，却暗杀了国民党的代理事长。我们最好的同志，
我们最好的兄弟。宋教授，二次革命来了，我们有10个国民党的都督，有8个不听指挥，患难之际形同路人呢。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，袁世凯公然的实行了专制制度，而给他帮忙的所谓的参政院的议员，绝大多数是我国民党的原党员。这些血的教育还不能让我们猛醒吗？啊！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新的强有力的组织。从今往后，我们要像推翻清朝封建主义一样，去推翻袁世凯的专制制度。我明白，这是个很残酷的斗争，但是我们要没有坚强的组织，没有铁的纪律，那等待我们的永远是2个字：失败。你说我加强党的纪律，在党政上按指模，这是集权，这是不平等、不自由。别人这么说也就算了，你怎么也这么说？我说不过你。给同志们看看，这是平等吗？这是自由吗？没错，这就是平等自由。不是我们的平等自由。可这是为民众的平等自由。我们革命党人所追求的，为谁人的自由啊？为民众，为民众去谋取平等自由。靠什么？靠我们党员先有自己的平等自由吗？恰恰相反，我们要先勇于牺牲自己的平等自由。我打个比方，理想的民主国家，当官的是什么？是民众的公仆。什么叫公仆呢？就是国家的法律制度纪律约束着他，甚至于强制着他去服从国家的利益，去为民众谋取平等自由。我们党的制度是跟民主国家的制度那是恰恰相同的嘛，也是要先牺牲自己的平等自由啊，用铁的纪律去约束自己，来为民众谋取平等自由嘛。王卓生，你说，有任何人强迫你加入党吗？让你宣誓效忠领袖，是不平等、不自由吗？你是不是自愿加入我们的党组织？好，你现在是中华革命党的正式党员了。这个我们坚决不同意。我们不同意大直播呀！我们不同意大直播，不同意大直播呀！黄将军，我们建议黄将军组建一个新的党。对，让黄将军当我们的领袖。黄将军当我们的领袖吧。黄将军，当我们的领袖吧。我黄兴不同意孙先生的做法。说不动，我可以去争嘛，去吵嘛，甚至于我可以去打架骂娘。
但是我告诉你们，我们的党只有一个——中华革命党。领袖也只能有一个，就是孙中山先生。离开了这些，跟我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。哎呀，这也太窝囊了！我们应该自己组建一个党，绝对不能搞集权。谁再跟我说分裂党的事情，我枪毙了他！黄将军绝对不同意大指模，我们是不搞个人崇拜，我们追求自由。是黄将军。徐仁兄啊，如今是所有的人都称我为大总统，只有你还叫我魏廷。只有徐仁兄来帮我，我才放心。魏廷啊，有件事我不得不提醒你。你这个正式堂的国务卿，用我而不用职权，你可走了个险招啊！这军权、政权都在他手里，这长此以往，那才真叫险。这么说，你让我出来，就是让我跟他分权？这么说也未尝不可。